現在你隨便翻開國外的汽車雜誌，或者滑一下台灣的各大汽車論壇，全都在講同一句話：今年買車絕對要買油電 hybrid， 省油錢、環保又顧荷包。說真的，過去這10年，這建議完全沒錯，我也會叫你直接買油電。但正当全世界的车廠都在瘋狂加裝電動馬達、硬塞鋰電池，把变速箱搞得跟太空梭一樣複雜的時候，有一家車廠偏偏不信邪，他們不搞大新聞，默默躲進實驗室，最後竟然拿出一款跌破所有人眼鏡的東西。据說現在連 Toyota 跟 Honda 的研发部门都在熬夜研究，想搞懂这家伙到底是何方神聖。这就是马自達最新的 Skyactiv G 引擎。先別急着翻白眼，這絕對不是什麼只會畫大餅的概念車，也不是那種放煙霧彈。不知道哪一年才會量產的公關新聞稿，馬自達的執行長毛龍勝宏直接在東京的舞台上斬釘截鐵的掛保證，這顆引擎已經確定會搭載在下一代的 Mazda CX-5 上面。根據我們拿到的內部機密報告，最快在你手路上的現役愛車貸款剛好繳完的時候，它就會進駐台灣的展示間了。所以在你衝去展間簽下那條動輒60期的車貸，傻傻買下一台新世代油電車之前，先給我20分鐘。因為看完這支影片，我會用馬自達官方的數據告訴你，為什麼這顆引擎會讓整個汽車產業集體發抖，甚至覺得被嚴重威脅。先別轉台，在你準備砸下130萬台幣之前，這件事兒你一定要先搞懂。我們直接破題。在帶大家看馬自達這次的大招之前，我得先跟大家聊聊現在展間裡那些賣的嚇叫的油電車到底隱藏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硬傷。我先澄清，我不是那種老車萬歲新車都是垃圾的偏激酸民。現在的油電車確實很棒，但很棒不代表完美，有些問題是真實存在的，而且不是什麼配備給的不夠誠意的小缺點，而是動到根本的結構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馬自達這次鐵了心絕對不抄 Toyota 作業的原因。第一個大問題就是複雜度。現在你只要把那些新款油電休旅車的引擎蓋打開，你看到的根本不是什麼引擎，那叫一個錯綜複雜的生態系。一顆汽油引擎配上一顆甚至2-3顆電動馬達，一大組鋰電池大電池，然後還有一套專門伺候這顆電池的散熱冷卻系統，再加上動能回收系統，全部綁在一起，最後外面再包上厚好幾層的電腦軟體，在背後隨時同步運算，好讓你開起來覺得銜接得很順暢，沒有頓挫感。說真的，沒壞的時候，這套系統運作起來確實很美妙，但只要一出事，老實說，那就是大家最不想面對的噩夢了。剛剛講的那些鬼東西，每一個零件將來都有可能壞掉，而且只要其中一個罷工，你家巷口那個幫你修了20幾年車、做人老實、從不坑錢的熟識外廠老闆，通常只能兩手一攤，連碰都不敢碰。為什麼？因為他根本沒有原廠專屬的診斷電腦，也沒有原廠才有的技術培訓，所以你以為你只是買了一台新車，不，你這是在偷偷跟原廠服務廠簽了終身賣身契，只要這台車還在開，你就得一輩子被原廠綁架。而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跟原廠結婚的下場，最後通常都是含淚被當盤子割韭菜。第二個大問題就是換電池的賬單。這件事情你在展間看車的時候，業務絕對是閉口不談。沒關係，業務不敢講的我來講。現在市面上大多數油電休旅車的大電池，車廠通常會給你8年或16萬公里的保固。聽起來好像很有誠意，很令人安心，對不對？但你有沒有想過，第9年呢？第10年呢？當保固期一過，那組大電池的健康度終於撐不住，正是壽終正寢的时候，自費換一組新的電池，隨便就要讓你噴掉好幾萬甚至10幾萬台幣。我們來算一下這筆賬，你買車的時候本來就先多花了一筆價差去買油電版，雖然每個月加油的時候確實有省下那麼一點點油錢，結果大概到了第10年，一張高達6位數的維修賬單直接甩在你臉上，把你這10年來省下的油錢一瞬間全部吃得乾乾淨淨。這根本是一場油錢省下來的速度跟電池老化速度的賽跑，而最後的結果絕對沒有車廠宣傳單上寫的那麼美好。第三個大問題叫做重量，油電系統可不是平白無故送給你的，多了一大組大電池、馬達還有逆變器，跟同款的純汽油車相比，油電車直接硬生生重了快200公斤。在汽車的世界裡，重量就是所有駕駛樂趣的頭號殺手。車重輪胎就磨得快，車重剎車皮跟剎車碟盤就要用更大組，它還會在不知不覺中偷走原本靈活輕巧的操控感，讓開車變成像在操作一台無聊的家電，而不是真正的享受開車。所以3個血淋淋的現實問題：複雜度、後續養車成本還有車重。而這就是為什麼我對馬自達這次的做法打從心底佩服，他們看着這3個痛點問了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問題：
別的車廠都在想，我們要怎麼加更多電動馬達和電池來幫那顆過時的汽油引擎擦屁股。但馬自達問的是，如果我們把汽油引擎本體做到極致，做到強的不像話，那它不就不需要任何馬達來救了？把这個問題記在心裡，因為這就是這顆新引擎誕生的唯一原因。好，我用最直白的話跟大家解釋馬自達到底搞出了什麼黑科技，因為這段工程技術真的是最酷的地方。你只要聽懂了，以後你看待節能這2個字的角度會完全不同。這顆全新的 Skyactiv 引擎是一顆 2.5 升的直列4缸引擎，基本尺寸跟現在台灣賣的 CX5 差不多，但它內部所有跟燃燒相關的設計全都是大換血，而這一切都圍繞着一個核心概念，叫做 Lambda 1空燃比等於1。大家先別急着劃掉，這裡聽懂了，以後你在車友聚會拉賽或是去論壇回文的時候，你就是全場看起來最專業的車圈大佬。Lambda 是工程師用來形容气缸內空氣和油比例的希臘字母。當 Lambda 剛好等於1的時候，代表空氣跟燃油達到了完美的化學平衡，也就是氧氣量剛剛好，能把每一滴汽油分子一滴不剩的全部燒光，完全不留殘渣，完全不浪費。为什麼這個數字是所有引擎工程師一輩子的終極夢想？因為你車上有一根管子叫做3元觸媒轉換器，它是用來過濾排氣管裡最毒最髒的廢氣，但它有一個大家從來不提的死穴，這顆觸媒只有在引擎維持在 Lambda 等於1的黃金比例時，才能發揮100%的過濾功效。只要一偏離，要麼廢氣直接爆表，要麼車廠就得花天價去裝更貴更複雜的硬體來擦屁股。你可能會想，那引擎從頭到尾都維持在 Lambda 1不就好了？拍謝辦不到。過去這100年來，傳統汽油引擎有個公開的髒秘密，它根本沒辦法乖乖停在這個完美比例。當你一腳油門踩到底超車的時候，引擎為了散熱保護自己不燒壞，會瘋狂噴油，這叫走濃，等於是直接把新台幣當水一樣從排氣管倒掉。當你在高速公路定速巡航的時候，它又會變稀。每次你踩放油門，溫度一變，路況一變，這個比例就開始像失智一樣亂飄。而每一次亂飄掉的都是你的血汗油錢，排出來的都是更髒的廢氣。其實馬自達以前就嘗試過打破這個魔咒，他們上一代那顆很高科技但在台灣賣得很慘的 Skyactiv X 引擎，就是想要挑戰超稀薄燃燒 Lambda 大於1。雖然規格數據看起來很美，但現實很骨感，結構太複雜，排氣系統太貴，最後市場根本不買單。馬自達這回算是買了個慘痛的教訓，所以這一次最新的 Skyactiv Z 他們做了一個簡直像是車圈叛逆期的決定，我們不搞稀薄燃燒了，我們直接要把這顆引擎死死地定在 Lambda 1。不管你是發動怠速，大腳油門加速，在國道上巡航，還是在大熱天冷氣開最強，滿載爬清境農場的山路，不管任何路況，它都要死守這個完美比例。這個過去100年來汽車界認為不可能的任務，馬自達現在宣稱他們做到了，而且他們居然還能在這種狀態下壓榨出超高效率。以前這只有靠稀薄燃燒，忍受一堆缺點才辦得到。他們到底是怎麼辦到的？用最白話的方式講，就是3大招。第一，反應比人類快好幾萬倍的超聰明燃燒控制電腦。第二，全新的隔熱技術，不讓能量變成廢熱從引擎和排氣管溜走。第三，把上一代 Skyactiv X 的絕招進化，讓傳統的火星塞點火完美結合像柴油引擎那種压燃技術，靠極高壓力讓油气自己引爆，達到更完整更有爆發力的燃燒。把這些外星科技翻譯成你的錢包，意思就是你加進去的每1公升汽油有更多比例是真正轉化成動力去推動輪子，而不是變成沒用的熱能散到空氣中，燃燒更乾淨，油耗更漂亮。最關鍵的是，馬自達說這顆引擎是為了應付人類歷史上最變態的環保法規而生的，像是歐洲的 Euro 7，而這就是會讓 Toyota 和 Honda 的大佬們坐立難安，集體冒冷汗的關鍵數據。馬自達宣稱，他們在通過這個大魔王環保法規的同時，完全不用犧牲馬力。以前大家都預估，為了符合新法規，舊引擎通常要硬生生閹割掉將近30%的動力。整個汽車產業本來都摸摸鼻子認命了，覺得以後的車就是變乾淨，但也變龜速。結果馬自達竟然跳出來潑大家冷水說，拍謝，我們的汽油引擎可以又乾淨又很有力。當然，醜話說在前面，我做車評一向實話實說。這目前只是馬自達官方宣稱的數據，還沒有經過第三方實車拉馬力機測試。等車子真的進台灣，我們一定會幫大家嚴格把關。但如果這數據有80%是真的，這會直接顛覆汽油引擎已死的風向。不過，這顆引擎最厲害的地方還不是效率，而是下面這點 Skyactiv Z 從設計的第一天起就已經把油電系統規劃進去了。馬自達這次不屑用別人的技術，他們要自己研發一套純馬自達血統的油電系統來搭配它，而不是像現在台灣賣的 CX5 呢。
10是去跟 Toyota 借 Hybrid 的系统来用。这裡大家稍微聽我講一下，因為這涉及到了買車最核心的本質。Toyota 花了快30年去完美他們的 Hybrid 系統 ，Honda 也花了無數心血在他們的雙馬達系統上，這兩家真的很強，毋庸置疑。但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兒？這兩家的油電系統最早都是硬塞在那些本來不是為了油電而設計的舊汽油引擎上，他們是把現成的汽油引擎再另外焊上馬達和電池。這就像你設計了一棟很漂亮的房子，10年後突然決定要裝中央空調，只好硬拆牆壁、硬拉管線。雖然吹得到冷氣，但這就叫改裝。馬自達這次是反過來。他們在草稿紙上畫下第一筆的時候，引擎本體跟油電系統就是同時設計的。他們一出生就知道彼此長大要一起跳舞。當你從一開始就把兩邊的靈魂設計在一起，你就不需要做任何妥協，每一個零件都能達到完美的團隊合作。在工程學上，這種原生一體化的設計就是比後來硬塞改裝的還要更耐用，更不容易壞。我知道大家討厭看沒有數據的大餅，所以我直接把目前已知的實話貼在熒幕上。目前確定的部分，它是一顆 2.5 升4缸引擎，全區域 Lambda 易燃燒，具備壓燃能力，全新隔熱技術，符合 Euro 7變態法規，搭配馬自達自研油電。首發會搭載在大改款的 CX-5 上，先出輕油電 Mild Hybrid， 隨後追加完全油電 Full Hybrid。還有一個台灣人最愛的優點，這套技術會讓馬自達未來的引擎規格種類直接砍掉超過一半，代表以後零件更好叫、更便宜。而且這套核心技術未來還會裝在直列6缸引擎，甚至是用在大家心心念念的轉子引擎增程計劃上，目前還不確定的部分。精準的馬力、扭力，台灣經濟部能源局的油耗數據，還有確切車價。馬自達高層講得很死，他們要的是實際開起來的體驗，而不是規格表上的漂亮數字。所以現在網絡上如果有人言之凿鑿地告訴你這台車1公升跑幾公里全都是用猜的，我不會拿假數據來羞辱你的智商。我們拿它來對比現在台灣車市的2大霸主。第一個 Toyota RAV4， 它在海外剛迎來大改款，而且全車系直接純油電化。它那套 2.5 升油電可以輸出226到236匹馬力，市區油耗隨隨便便都逼近每公升20公里。這套系統有全球幾百萬車主幫忙跑白老鼠測試，妥善率幾乎封神，真的沒什麼好挑剔的。第二個 Honda CR-V 油電版 EHM， 用小排氣量引擎配雙馬達，系統綜效馬力204匹，在市區基本上就是把引擎當發電機，開起來極度輕快，科技感十足，同樣也是優等生。至於馬自達目前在海外用 Toyota 系統的 CX-50 油電，馬力大概是219匹，而未來這套馬自達純自家血統的全新油電，綜效馬力預估會直接突破220匹大關。但這兩者之間，與其說是馬力數據的輸贏，不如說是造車哲學的對決。Toyota 和 Honda 的出發點是，他們覺得汽油引擎是個累贅，是個弱點，所以要盡可能少用引擎，能用馬達帶動就用馬達。但馬自達直接把這個前提給翻過來，他們的賭注是汽油引擎本身就可以做到完美，它不需要被藏起來。在馬自達的車裡，馬達只是副手，引擎才是主角。你想想看，這對你開個15年、20年之後的養車代價意味着什麼？那種以電動馬達非電池為主的油電車，你的駕駛體驗完全取決於那顆大電池的健康度。電池一老化，油耗就開始崩盤，馬達一亮燈，整台車可能直接顧路拋錨，更別提那複雜的電腦控制，一個軟體不對勁，你就得叫拖吊車。而馬自達這種以引擎為主的哲學，車子依靠的是最單純、最耐操的機械本體，就算油電系統老舊了、退化了，那顆地表最強的引擎依然能給你滿滿的動力，就算大電池沒電了，引擎照樣帶你安全回家。這種長期的韌性與耐用度，你在新車規格表上是絕對看不到的。但到了你車子過保固的那一天，你絕對會跪着感謝它。我再次強調，我不是在這裡賣信仰，我沒有要告訴你 Skyactiv-Z 的油耗絕對能幹掉 RAV4 或 CR-V。在官方數據出來前，我不會瞎掰，我只想告訴你，馬自達走了一條截然不同的路。如果你是一台車打算開很久開到報廢的人，在砸錢之前，你一定要看懂這個差別。好，那我們來講點現實的。這台車什麼時候買得到？要賣多少錢？馬自達是認真的嗎？時程部分，這顆 Skyactiv 會在全新大改款的 CX-5 上首發。海外消息指出，輕油電會先上，完全油電版大概要等到2027年底。所以務實一點來看，這台車要出現在台灣的展示間，大概還要等個1年半到2年，說長不長，但絕對不是下個禮拜2。價格部分，雖然台灣馬自達還沒公布，但根據海外經銷商流出的內部預估，這顆新油電 CX-5 的售價可能會比現在的 RAV4 或 CR-V 油電版再貴上個幾萬甚至10萬台幣。這筆多出來的預算，馬自達必須用它那招牌的豪華內裝質感，更細膩的操控。
還有後續的省油表現來塞住台灣消費者的嘴。最後，這顆引擎到底靠不靠譜？這次的公告可不是什麼中階的產品經理出來刷存在感，而是馬自達的全球執行長毛龍勝宏自己站在舞台上，用自己的名譽跟職位下大注。當一家國際大車廠的掌門人親自出來為一個全新引擎背書，這絕對不是什麼行銷話術或放煙霧彈，這是車廠把幾百億的研發經費全砸進去的成果。而且他們不只做4缸，未來還要做直列6缸，還要重啟轉子引擎，他們是完完全全的 all in 了。為什麼在大家都往純電動車瘋狂衝刺的時代，馬自達敢把未来幾十年的命運賭在汽油引擎上？因為馬自達的高層真心認為，未來20-30年內想要真正降低全球碳排放，最聰明的做法不是把燃油車一刀切，全面消滅，而是把它做到完美。而且他們的理由，你真的很難反駁。制造純電動車的大電池要在全球瘋狂開採鋰、鈷、鎳這些重金屬，環保到哪裡去？台灣到了夏天，連民生用電都有吃緊的新聞，更別提中南部很多地方根本沒什麼公共充電樁。加上現在二手電動車的殘值，前幾年的折舊率簡直慘不忍睹，根本是資產大失血。馬自達的立場很明確，一顆超級省油的汽油引擎，加上設計精良的油電系統，就能發揮純電動車絕大部分的環保優勢。而且你完全不用去承受什麼供應鏈斷裂、基礎建設不足，還有二手車價崩盤的噩夢。這是一條孤獨的逆向思考之路，但它也可能是對的那條路。所以回到我們這支影片開頭答應要回答的問題，你到底該不該在展間門口踩剎車？等等，看這顆 Skyactiv Z， 我給你最直白、最中肯的建議。如果你在未來的1年內就有買車的剛性需求，千萬不要等。1年半到2年實在太久了，你沒必要為了等一台車讓自己沒車開。而且现行的 RAV4 油電和 CR-V 本身就已經是非常優秀，閉着眼睛買都不會出錯的工業結晶。Toyota 的系統有幾十年的耐用神話撐腰 ，Honda 的在市區開起來也是滑順到不行。這禮拜就去牽車，開開心心的開，絕對不會後悔。但如果你現在手頭上的車開得好好的，你純粹是有患病，而且你很有耐心，那我強烈建議你，這台車絕對值得你等。原因有4個：第一，原生一體化的設計，引擎跟油電一開始就一起研發，後續絕對比那些拼裝改裝的車還耐操。第二，結構簡化。引擎種類砍掉1半以上，代表10年後你的車就算壞了，零件依舊很好找，很便宜。第三，造車哲學，完美 Lambda 1的燃燒代表引擎內部不容易積碳，磨損小，能幫你省下一堆莫名其妙的引擎維修費。第四，二手殘值，一顆符合地表最嚴格環保法規的超乾淨引擎，過個10年，在台灣中古車市場依然會非常保值。當然，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缺點我也跟你講明，你得平白無故多等1-2年，到時候進台灣的車價肯定也比 Toyota 貴，而且第一批大改款的白老鼠車主多多少少要幫原廠承受一點新車出錯的風險。但如果你跟我一樣是個骨子裡追求機械結構越單純越好的硬核車友，希望到了2035年，隨便一家民間有實力的外廠老闆都能幫你輕鬆保養愛車。如果你看重的是未来15年的養車成本，而不是只有交車前15個月的爽度，那對我來說 Skyactiv Z 是這幾年來最讓人熱血沸騰的證據。它向全世界宣告汽油引擎還沒死，而且還早得很呢。換你們聊聊了，你們願意為了這顆馬自達黑科技引擎等個18個月嗎？還是這周末就準備衝去 Toyota 或 Honda 牽車，頭也不回了？歡迎在下方評論區留言你的真實想法，絕對能幫到下一個正在糾結的台灣車友做出更聰明的決定。如果這支影片有幫你點醒一些原廠業務打死都不敢告訴你的真相，你知道該怎麼做啦？訂閱、按讚、分享，我們下一支影片見。